各位朋友，俄烏戰爭已經打了4、5年了啊，雙方呢現在都是極度疲憊。在我看来啊，雙方都是强弩之末了。老粉絲都知道啊，最開始的时候我就預言，以俄羅斯的國力的話，只能維持攻勢1年半。結果呢，普京打了10個月就打不動了，一直打到現在啊。不過呢，俄羅斯呢是比烏克蘭的氣兒要稍微長那麼一丟丟。現在呢，這個烏克蘭確實已經撐不下去了。剛剛啊，大家都知道，普京呢發狠了，因為烏克蘭發射了无人機攻擊了這個俄羅斯的學校。普京呢連續幾天空襲基輔，最開始的時候小澤嘴還比較硬呢，是吧？小澤說那個你必須得撤出克里米亞，交還我們失去的領土，否則的話不談判。結果呢，今天剛剛傳來的消息，小澤已經這個被打怕了。小澤說我們要即刻談判，即刻談判啊！跟普京無論什麼條件，咱們即刻談判吧啊！當然了啊，所謂的这個談判也有可能是緩兵之計啊，也不可能說小澤就舉了白旗認輸了，因為這樣的話呢，那這個美國和歐洲的投入不都全打了水漂了嗎？那不得把這個澤連斯基給剐了呀，他們對吧啊？但是呢，這個態度就表明了，打的已經受不了了啊！當然了，這件事情中呢，有一個最可笑的這個結局呢，就是說，那個在中國呀，有一些人在烏克蘭當什麼呢？當這個皮條客、房產中介，這些人的臉那可被打的是啪啪的山響啊！有一位叫什麼老和尚在烏克蘭啊，這2天我看正在推銷基輔的房子呢。陪北京大哥又来看这一套房子，这是个非常小的，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一进门，卫生间，基本的洗漱都是没问题的。这也是个干湿分离的。然后一进来，这是一个客厅，也相当于卧室吧。这是一个沙发床。当然，你再要去买点那个衣柜，还有这个茶几啊、电视这东西，要自己加点，估计再加个1万多块钱人民币。这个地理位置为什么特别好呢？旁边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超市家具的连锁，在烏克蘭人都知道啊，這是 IB Center， 非常大的一個商場，就在馬路對面，前面是一條高速路，很安靜啊，因為這個玻璃都是雙層的，非常的安靜。好，帶大家再去看看這個廚房啊，對，這邊是一個小的一個衣櫃，一個儲藏室。大哥在拍照，這是一個小的一個廚房，我記得好像是沒有那個洗碗機，沒有洗碗機，對。這是一個小冰箱，這是一個陽台，這陽台的面積呢，大概有個3平米的面積。大家經常喝的那個奧波龍啤酒就在這兒，這就是奧波龍啤酒廠，看見吧？這個是奧波龍啤酒廠。視野風景都特別的好。這套房子呢，不能說拎包入住，基本上是要買點小家具，基本上就搞定，差不多還要再投資個1萬人民幣左右。好處呢，就是你如果想買這個東西，直接去這個對面的這個大商場，他們就有賣的，而且是送貨到門的。你看這個汽車，這汽車就是他們配貨的汽車。7平米，37平米，價格是7萬2。37平米，價格7萬2。метро。метро。5。Ярик, КСВ.這2天普京轟炸基輔，就包括一個大型的商場完全被摧毀了，還有烏克蘭陸軍總部的指揮大樓也被摧毀了。老和尚賣那個房子不知道啊，情況不知道啊。一群中國人在烏克蘭現在挺逗的啊，當中介
啊，說拉皮條啊，这个或者說是辦移民吶，還有賣房子的，那生意都做的。當地時間3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態稱，他願意即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展開直接談判，希望通過兩國元首對話推動俄烏衝突早日結束。澤連斯基着重強調了談判的緊迫性，指出烏克蘭無意等待美國處理完其他全球事務後再推進烏克蘭相關問題，希望依托俄烏兩國最高層級直接對話，加速止戰進程。2日凌晨，基輔市再次響起了強烈的爆炸聲。基輔市市長克里奇科在社交媒體發文稱，俄軍再次對基輔市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基輔市、波多利夫斯基區、奧波隆區、舍甫琴科夫斯基區等多個區遭到了襲擊。截至凌晨4時，空襲仍在進行中。我們可以看到，基輔市右岸多個區升起了滾滾濃煙。當地時間今天凌晨，包括首都基輔在內，烏克蘭全境大部分地區都響起了空襲警報，基輔接連傳出劇烈爆炸聲。烏克蘭空軍稱，從當地時間6月1號傍晚6點開始，俄軍共發射73枚導彈和656架無人機，包括8枚鋯石高超音速導彈、27枚 KH-101巡航導彈、5枚口徑巡航導彈。據稱，其中40枚導彈和602架無人機已被擊落或摧毀。烏克蘭方面稱，烏克蘭全國各地38處地點遭襲，基輔是俄軍本輪襲擊主要目標。截至目前，俄軍的大規模空襲造成基輔、第聶伯羅和哈爾科夫等地至少10人死亡，約100人受傷。俄羅斯國防部也證實對烏克蘭境內目標發動大規模打擊，表示使用高精度遠程武器襲擊烏克蘭全國多地國防工業設施、軍用基礎設施等。俄羅斯國防部稱，打擊目標已達成，所有指定目標均被擊中。Стоит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помощь и поддержка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погибших и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от кровавог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совершено украинской хунтой 22 мая в городе Старобельске Луг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ригласил не случайно 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рокурора,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лед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росил бы вас дать свои оценки произошедшему и доложить о том, как идет работа по выявлению эти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Все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лучить заслуженное наказание, и оно будет неотвратимым. Похоже, чт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именн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 совершая тяжелейши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детей, подростков в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м колледже Старобельске, и вот сейчас в Геничинске, киевская верхушка решила открыть новую страницу в черед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придать новое качество конфликту в целом. Ну что ж, это их выбор. Most of the cities are laying on their sides. The buildings are collapsed. It looks like a massive demolition site. The whole, so many of the cities. They haven't done it in Kiev because I guess they don't want to shoot too many rockets in there. They've done it 20%, but they haven't done it 100%. If they wanted to do it 100%, it would probably happen very quickly. But you have cities that are absolutely decimated. 基輔被炸後，烏克蘭人看問題的角度果然不一樣了。這兩天，莫斯科直接在基輔扔下近100枚導彈和幾百架無人機，直接把整個首都變成了火力試驗場。這陣仗我看了都造隙良盡，俄羅斯人這次是真要掀桌子了。但比轟炸更值得琢磨的是後續那出戲。俄外交部喊話說要打決策中心了，各國使館趕緊撤吧。歐盟那邊倒好。團長馬特爾諾瓦領着法國、德國、波蘭這群人異口同聲不走，堅決不走。這場景活像暴雨天裡一群人站在雷區，喊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你說這幫歐洲外交官真不怕死，他們早給自己找好了退路，設施齊全的深層掩體，就像打遊戲開了無敵掛，嘴上喊着與烏克蘭人民同在，身體卻很誠實地躲在幾十米深的地下。這讓我想起2戰時倫敦大轟炸，丘吉爾也是鑽地堡指揮，
但人家至少沒把地堡生活拍成勵志宣傳片。現在基輔老百姓在地鐵站裹着毯子發抖，外交官們卻在地下演堅守戲碼，這場面實在夠魔幻。烏克蘭前外長庫列巴的緊急撤離警告才叫真實，他可不跟你玩虛的，直接告訴民眾趕緊跑，這一波襲擊真會要命。兩相對比，就像看災難片，一邊是主角團在安全艙裡發表感人演講，一邊是普通人在甲板上搶救生醫。這種分層安全體系正在撕裂烏克蘭社會的信任紐帶。憑什麼你的命值錢到能躲進特制掩體，我的命就只能靠老舊防空系統？更扎心的是民意轉向，支持死磕到底的比例從開戰時的70%多跌到現在只剩30%，70%民眾想要談判停火，這數字比任何導彈都更具殺傷力。澤連斯基的支持率也像坐了滑梯。腐敗醜聞和政治內耗讓這位戰時總統的光環逐漸褪色，老百姓現在更關心明天能否活着見到太陽，而不是能不能收回克里米亞。歐盟使團這出堅守大戲背後是精密的算計，不撤能在歐洲本土維持堅決援烏的人設，真要出事立馬佔領俄羅斯襲擊外交機構的道德制高點。但他們賭的其實是俄羅斯不敢真炸使館，那條紅線誰碰誰倒霉。這就像兩個高手在雷區跳探戈，都知道對方底線在哪兒，但就是不點破。俄方的表態也很有講究，反覆強調打擊目標是遍布全市的軍事設施，特意給外交人員留出閃轉空間。這招很高明，既保持了軍事壓力，又避免了外交危機，讓我想起古巴導彈危機時美蘇那種互相給台階下的默契，只不過現在換成了基輔的夜空。這次空襲的規模確實嚇人，近90枚導彈加600架無人機，多波次覆蓋，連刨石這種高超音速武器都搬出來了。俄羅斯明顯突破了之前的交戰規則，把戰爭升級到新維度，重點打擊能源設施和決策中心。這招狠在哪兒？就像下棋直接將軍，不僅要摧毀你的作戰能力，還要癱瘓你的指揮系統。聯合國的數據更觸目驚心，直接損失接近2000億美元，重建要花近6000億。這數字什麼概念？夠給每個烏克蘭人發2萬美元現金。戰爭就是個吞金獸，現在連牙齒都露出來了。老百姓開始算賬，是用最後這點家底兒繼續買炮彈，還是留着重建家園？答案越來越清晰。基輔防空神話的破滅具有象徵意義，首都安全幻象一旦碎裂，民眾的心理防線就會連鎖崩塌。這就好比你家最堅固的保險櫃被人撬了，你還敢把貴重物品放哪裡？現在烏克蘭人每天聽着防空警報，看着歐盟外交官表演我們同在，心裡卻在盤算着究竟哪條路能活命。西方援助的承諾開始顯得蒼白，北約在入約問題上不停畫餅，軍援效率堪比老牛拉車。老百姓現在要的不是外交官在地堡裡的暖心演講，而是實打實的防空系統和明確的停火路線。就像饑荒時你給人看美食圖片，不如直接給個饅頭實在。談判思潮的興起反映了民眾的覺醒，從執着於恢復1991年邊界到現在只求別被滅國就行，這種轉變帶着血淚的務實。蓋洛普民調顯示，只有30%人支持無條件戰鬥到底。烏克蘭評級集團的報告更指出，安全保障高於恢復領土，這是用無數條生命換來的教訓。外交使團在賭概率，老百姓在賭命。前者賭的是俄軍不敢越雷池，後者賭的是下一枚導彈不會落在自己頭上。這種風險不對等創造了荒誕的現實。地堡裡的外交官可以暢談戰略大局，防空洞裡的民眾卻在計算還能撐過幾輪空襲。這場博弈最諷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遊戲規則，卻還要維持表面戲碼。俄羅斯知道炸使館的代價，歐盟知道撤離的政治風險，烏克蘭知道西方援助的局限。但就像參加一場沒人敢先離場的牌局，大家都硬撐着等待對方先露怯。基輔的夜空被導彈劃亮時，照見的是兩個平行世界。
一個世界裡，外交官們討論着地緣戰略和道德高地；另一個世界裡，普通人在廢墟中翻找生活物資。當西方使團用堅守換取政治籌碼時，烏克蘭民眾正在用生存本能重新定義戰爭的意義。從贏到活着的轉變，比任何外交辭令都更具震撼力。這場危機最殘酷的真相，或許是外交官可以選擇不撤，那是他們的職業賭注。但普通烏克蘭人能撤到哪裡去？當家園變成靶場，任何豪言壯語都顯得蒼白，就像暴雨中的兩群人撐傘的面對着普京的怒火、漫天的導彈、歐洲的無能為力、美國的袖手旁觀，澤連斯基的眼神瞬間就變得清澈了。我要談判，我要即刻談判啊！有人說，那个现在烏克蘭是不是就敗了呀？我覺得這應該是個暫時的緩兵之計吧。這個現在呢，雖然普京比那個澤連斯基的氣兒稍微要長那麼一丟丟但是呢，普京如果上了當了，現在說要跟澤連斯基談判了，那結局還是要等到澤連斯基的這個彈藥援助到位以後再開打了。那普京會還給他這個機會嗎？那不一定啊，你們認為呢？各位，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